OK，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早安中国》，我是方伟啊。这个大家看到我今天穿了时装来哈，今天是一个时装秀啊。我们先看第二个穿时装的是谁，好不好？来，石山，看我这个啊，是不是啊 ？Never forget。哎，这是可是我们观众朋友评出来的时装啊。我们就大家会猜高洁下面穿时装的是高洁，高洁来看一下，看看高洁。早安中国哈，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方伟今天方伟做节目总是高高兴兴、很喜庆的，带给大家一种欢乐哈。那讲一下吧，今天很得意，因为方伟这个 T 恤呢是所有 T 恤文化衫当中卖的最多的啊。对啊，这个功劳来自这个先给他做个 pose 啊，这个是不是？我待会站起来的高洁就说方伟会把肚子露出来，会很丢人。你就坐着吧。但是确实方伟肚子有点大，但是不用担心啊，我明天就开始节食，所以很快就会消除肚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哎，这件衣服哈，这个 I hate CCP more than you do 卖的数量是13的那件时装的3倍哦，所以 I'm the winner。Yeah, of course, yeah。哎，不是我这一件呢，这个是这个。有时间限制啊，有时间在上面。你那个是就是大家很清楚啊，是表达一种个人的情绪，一种感觉。对这个 message 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我们观众朋友挑的设计，我们后来现在呢就是也很受欢迎哈，所以我们再把东西贴一贴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叫话题衫，对不对？对，我们大家收集一下话题衫，每过一阵到1年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评奖啊，那是这个叫做收集最多的话题衫的观众朋友会有一个奖励，好不好？以后我们应该什么每个月推出一个比较好一点。我觉得每个月都等不了那么久了，每个月就是有事儿就推出来，有事儿推，大概会超过每月1件事儿吧。好吧，那我们今天来凑一下话题吧。那我是建议，我今天看到大家很叫做什么来着？大家看的有点说哇哦，川普说啊，你打台湾，你中共打台湾，我轰炸北京，哇，说的大家都全都很侧目啊。What's going on here？ 玩真的玩假的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可以谈一谈。之前呢就有这个消息了，但这一次呢 CNN 拿到他的录音了，所以呢这个标题很耸动。但是呢很有意思，方伟这么大的事儿，中共官方应该回应一下，对不对？是啊，完全是侮辱他们嘛，对不对？所有的什么新华社、央视新闻、什么人民日报、人民网信，全部都是晋升啊，你呢根本查不到的。这叫骂了白骂哈。然后有一件事情，他们跳着脚的外交部去回应了。就是在昨天，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宣布，以前是多少个州，他们呢不让中国人在那儿买地，对吧？这次人家是从联邦政府层面上不允许中国，包括伊朗等美国视为买农地对手啊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不允许再买这样的农地了。是，所以昨天是联邦层面正式宣布，然后呢，外交部那边气炸了，直接就开始反驳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消息蛮有意思的。对啊，轰炸北京不发火哈，买农地却那么着急。他那个农地啊，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你反就反，你说违反这个怎么样？你不高兴或者如何？但是他却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来反对。他说违反市场原则，这个是有点可笑，因为我其实很想问一下，你中国人能买中国的农地吗？但他还说了，我还不是说美国人啊，中国的农地我们能买吗？这个东西都是都买不到啊，他那个流转也是个租给你嘛，对不对？况且这个中国农地更不用说卖给外国人了，或者如何。这高洁一出头，这石山已经把这个本质给点出来了哈。待会儿再说的。OK， 对我们中国的话题讲什么？对，中国话题其实也跟这个地有点关系啊，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甘肃天水市的有一个幼儿园啊，被发现这个很多幼儿啊铅超标。铅超标呢是一个非常严重，尤其是对正在发育、大脑正在发育完成的这个婴幼儿来讲啊，这个是损害非常大。所以这个铅到底来自什么地方？这全中国这是全国竞猜游戏，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猫腻？那么重金属包括铅啊、硫啊、铬啊这些东西，在中国这个污染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下。今天还有是7月9号哈，今天其实是709 10周年的日子。对，我刚才才读了一下那个北明写的，大概就是前几天吧，就是前2天完成的一篇文章嘛，来讲这个709人权律师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么一个他的位置、他的成就、他的付出哈，没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哈。对。我觉得真的，咱们今天能谈谈这个话题，也是与有荣焉呐，是一个荣耀哈，真的是对他们
非常非常叫做什么来着？英文叫 deserve 哈，就是真的是值得这一份荣耀。我们今天好好谈一下。没错。好，没错。那么我们就先说第一个话题啊。那当然，这是讲的是去年的事儿，对不对？去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在他的一个竞选筹款的会议上，当时这个话呢已经流出来了，但这次厉害的是 CNN 把他录音拿到了，把录音给放出来了，前因后果这一说出来，他是不仅要是说北京了，他也要炸莫斯科，他威胁了一把普京，威胁了一把习近平，所以方伟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到底怎么去威胁的。对啊，那他讲了2个例子嘛，这当然是叫做私下里哈，就是他在募款的时候关门跟这个叫做什么共和党的大佬金主去说的话，他就说我不许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如果你敢打的话，我就轰炸莫斯科。他说普京就有点吓到，就说哈，真的吗？他说我不相信。他说他其实是相信的，起码相信10%。那另外一个例子呢，他转身就说我又跟习近平也说过同样的话，你打台湾我就轰炸北京。他说习近平的回答也是你炸，他就有点打个引号哈，就有点正主了吓到哈，你炸什么？你炸北京吗？他说对啊，我要炸北京。他说呢，习近平说他不相信，习近平说我不相信哈，但是他说他不相信，也许他能相信10%，5%也可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把这个事情当个很稀罕的事儿啊，因为这就是川普的习惯。没错，他公开也说啊，当时你记得那个金正恩呢？他跟金正恩要谈判的时候，金正恩说我如何，我有个飞弹要打你美国什么地方？我有核按钮啊，核按钮。他说我比你的还大，我比你大。对，他说我会把大家记得吧？我会把北韩炸成火海。叫做 Fury， 怎么来说？一个就是炸成火海，我当时记得中文是这样的哈，意思哈。所以呢，他当场公开的威胁金正恩，他也同样这么去干呐。川普就这么个特点。对，现在只是说存在一个问题哈。对，他真的是敢炸还是假的敢炸？这是我们下面要探讨一下的。所以我就总是说，川普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脑袋里面出来的念头，他马上就说出来，他不去到后面经过计算机算一番。我说这个话他会怎么样，或者真实的效果如何，这个都不是很重要。他做政治跟他做这个很多商业啊或者活动啊收手啊，有同样的这个，他完全凭这个当时的这个直觉来做。所以这个你说对还是不对？其实这个有关用直觉还是用精密计算的逻辑去处理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大脑科学或者说我们一个精神学科的一个话题啊，很多这种话题可以得诺贝尔奖的啊，很有意思。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因为你这个说起来让我想起来什么？让我想起来洪七公。这个洪七公啊，别人说这个我记得这个黄蓉和郭靖见到他的时候说这个人很厉害。那个洪七公说他有屁用，是吧？那个人很厉害，有屁用。说这个人有屁用，江湖上一大堆人他都说有屁用，最后说到那个吸毒欧阳锋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有点厉害，就是你感觉他那个性格就是这样。他反正脱口而出，他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他就说你有屁用，是吧？他的意思，我觉得他的基本的含义就是这样。俄罗斯有屁用，中国有屁用，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个你说这个政治说和做，其实本来就是两回事。本来就是两回事。政治上有的事情就是能说不能做，对吧？有的事是能做不能说啊，有的事是当然又能说又能做，当然有的事是不能说也不能做了。但是在川普这个地方，不能说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就可以讲，只要念头冒出来了，他就把它说出来了。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就他们把这个事呢，好像做得非常非常巨大，就好像川普是一个老谋深算、深思熟虑的这个老政客啊，在后面算了以后，棒说出来一句话，那可能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大家都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他就是心直口快啊，他想什么说什么。石山，我这次我得反对你，因为今天是7月9号，如果以前你这么说，我觉得还 OK。但是在他真的把伊朗炸了之后，这句话再翻出来，我要炸北京，我要炸莫斯科，大家还真得颠倒颠倒，他到底呢
这要不要炸的问题。对，他说了，我没有办法，他对普京、对这个习近平都说了同样的话。你看他原话就是说，我跟普京说完了之后，我又见了习近平，他们用10万士兵来欢迎我，过程还不忘了调侃。他在录音当中说，那场面简直了。他说我也说不太清楚，那些士兵每一个人都一般高，你甚至可以长得也一样，你甚至可以在他们帽子上打台球，真的是太完美了。这人真是媒体出身的，是吧？川普就应该坐在这儿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哎，就每个人高度相同，外形一模一样，你想要阻止他们可太不容易了。他们有充足的后备力量。然后他又大嘴巴一把，他说：“哎，他们有15亿人口，15亿呀！15亿，中国哪有15亿啊？”就川普就替他吹了，哎呦，15亿人呐，他们跟印度是2个最大的国家。但是，川普这时候显示了，哎，我很牛。你看，我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你要是敢打台湾，我就把北京炸成一片废墟。所以。在这之前，去年咱们听一听，啊呀，川普没有说把台湾出卖，就这种感觉。但是这次炸了伊朗之后，他说这句话，我倒是觉得习近平也得颠倒。你真要敢炸台湾的话，你真正的触了川普的那个底线的话，没准他真能干出来。大家会不会这么想？炸北京，我觉得不太可能。那你别炸台湾呢？对，因为你知道，就算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炸东京的时候，美国的飞机都是刻意避开日本的最重要的这些古迹，而且还发了传单，天天在天空上东京撒传单，就告诉你我哪些地方绝对不会炸的。那北京为什么不能炸？你看当初这个北京每个地方现在都给共产党拆光了。北京西山不正在安那个楼离地下挖多少尺，什么地下巨型的军事指挥中心，就炸那儿就行了。对，就避开紫禁城。我的看法哈，我不是问大家吗？我问大家对不对？川普是吹牛还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他真敢炸北京还是不敢炸北京？大家要不要说留个言好不好？敢炸跟不敢炸，来我们做个统计。我说我的看法，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标准答案，一定是正确的，100%正确。因为这个问题，你如果问川普的话，你到底真的会炸吗？他会说我那时候再说，我也不知道。对，对不对？他想到什么就说了，至于干不干再说呗，那时候再去衡量。但是呢，在他诸多的选项中，我觉得炸是一个选项，没错，绝对不会炸是不是选项。那么，但是呢，他这么说出来，因为他自己是叫做他把自己要塑造成一个，他也是这样的哈 ，unpredictable， 你是猜不准我的。我有的时候说好多遍，我也不动手；有的时候我还没说就动手了。你猜不出来啊，这就够了，我就已经让你不敢动弹了。他这里边对话当中，他还吹了一句牛，他说北溪2号我都给他干掉了。他没有吹牛，他没吹牛，真的吹牛。北溪2022年打仗的时候，他没有在。没有，我告诉你，他讲的是2020年，他输掉选举之前，已经搞到北溪2号不敢建了。对。可是这个拜登一上来，你又开门又把它建起来，后来才搞到被炸。他是不是说那个炸掉的是他炸的？不是，他不是总统了嘛？他讲的是我当初就工程上把它搞掉了。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川普确实啊，他是 unpredictable，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选项，他绝对不是我在这完全吹牛的。对，只要有5%的可能性，这个是战略威慑的效应就已经非常大了。我跟你们讲，我跟观众讲过那个辛辛那提的他那个故事没有？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没有？没有，这是川普叫做交易的艺术中，他学会他自己悟道，你知道吧？以悟道以实力求和平的那件事情，那个 moment， 这个事情很滑稽哈。他呢，这个在 UPenn 宾大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创业。他呢用他老爸的钱在辛辛那提啊，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啊，买了一个 apartment 啊，一个叫做一个公寓楼群落。对。然后呢，他就经常会去看一看。他雇了个小个子，这个小个子呢是个公寓楼的经理。结果呢，有一天这小个子也有点流氓习气哈，就人家一个欠款嘛，欠钱啊，就调戏人家一个租户的太太。那租户不在，调戏他太太，结果他这个到了这个丈夫回来了，丈夫是个建筑工人，5大3粗，一看哇，这个你调戏我老婆，立刻冲到这个叫经理楼这经理室这边来，然后就踹门就进来，就找他算账。川普他说怎么说？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肯定这个就是跳了窗子就逃之夭夭了。没想到他的这个小个子啊，当时啊就是一步都不退啊，就直接顶上去，然后嘴巴里头这个叫做脏话不断，就是他的气势压倒这个比他个子高出1大头的这个人，说你敢动我一下，我把你送到监狱里去，你就看我干不干得出来，就一路叭。川普他是老板嘛，他是一个小老板，他坐在旁边看这个戏，你知道吧？最后骂到那个高个子灰溜溜的扭头。牵着老婆就走了。他当时他写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哈，他说
在困难的情况下 stand tall。Chances are the other side will back off。再下一句话是，如果他们就是说你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采取很强势的地位，要压倒他。多数情况下，对方会退的。但如果对方不退呢？下面一句话叫“你就承受后果”，他就被对方锤一顿就完了。对，这样用中国人大白话就叫做“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是，对。但是那个时候，川普这个小个子他是没有实力的，对不对？对。他除了是个老板之外，他打不过人家。川普手里有实力，又学了他这一套，那还怎么样？所以上来出来就是绝对压倒性的优势上去。所以这个战场，这个商场如战场，确实是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这个你如果放到战争的这两国交战的背景里面，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个流氓行为啊。但是在商场上，我们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做？好吧，我觉得川普这个话呢，其实是满世界等于是羞辱这个中共哈。中共也没回应，可他很在乎的回应呢，是跟那个农地问题哈。对，这农地问题我们来说说吧。对，这是在昨天，美国农业部部长，包括国防部部长一排成一排呀，做了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等于说美国这一届政府正式的宣布，对呢所有的这个叫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合作之后，对所有对美国启动了全国农业安全行动计划，核心之一从根本上保护美国的农业和粮食供应链以及科研成果，防止外国渗透与控制。那其中呢，就是他认为美国的农业面临着不仅仅是粮食的短缺、价格的上涨，还有呢主权安全的挑战。我们正在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进行反击，他们不应该再拥有我们的土地，也不能再偷走我们的科研成果。这就是昨天他们的一个宣布。然后呢，他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呢，他也还有国土安全部长，还有司法部长邦迪，还有呢纳瓦罗，这全部都是鹰派对中共的鹰派中的鹰派，超级对，全部是列一顺，每个人都在讲这件事情。那其中呢，像他就提到，现在呢，在美国呢，外国人持有的美国的农地面积已经接近了4500万英亩。4500万英亩，其中呢，中国方面占了28万英亩。这些呢，虽然占美国总体的农地的只有1%，但是呢，这些位置都是在临近美国非常关键的军事基地的旁边，产生了间谍以及国家安全监控等等种种的风险。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里边呢，像这个司法部长邦迪就提到，你看最近还有他们中国的这些人去把极具毁灭性的这种植物的病原体走私入到美国境内，已经遭到了起诉哈。这件事情本来就在美国我们讲过非常震惊。还有呢，他们又特意强调，这些人都跟中共政权呢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们正在调查超过100起的类似的事件了。所以不仅是买农地，还有这一件事情都是涉及到生物走私和学术之间的。他说这个将不再被容忍。还有呢，我觉得那里边就纳瓦罗说的一段，我觉得也非常有代表性。他说呀，中国呢一直在讲究呢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孙子兵法当中的艺术。他说他们一直在给我们美国，他们早就开战了，他打的不是你们想象的战争的那种热战，而是呢无限战哈。那么这种呢无限制的对美国的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早就在美国境内开始了，我们现在就要反击回去。所以这个昨天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是从联邦政府的角度上，我们之前大概是20个州左右吧，18个也不20多个州都是红州，德州等等的，是他们以州的这种方式禁止了中国人呢去买地，然后呢去推出了地方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现在呢是美国是联邦，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到底怎么解释？对，我以前一直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些文章一直在讨论说美国最大的优势跟中国竞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那我们谈了很多科技这个工业或者是精密制造半导体什么。其实美国有一项非常巨大的优势，就是农业。这个农业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就是说那个中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是差不多的，但是中国的可耕地大概只有美国的大概78%、60%、70%的样子。但是即使如此，你要知道，美国的
可变成耕地的土地还是有大量，就算是美国的耕地也是。这休耕时间很长的，要种1年停1年，种1年停1年。原因是什么？就是说，美国的整个国土啊，它的可使用的国土的面积是远远超过中国。中国说起来是960万平方公里，真正适宜居住和生产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大概只有1/3，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只有1/3。这1/3的。气候啊，什么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平地真正的可以用作耕地的还是很少，所以中国现在一直说我们18亿亩耕地的红线，问题是这18亿亩耕地的红线的高产良田全部都在东部，要不在东北，要不然在江浙，要不然在湖广啊，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恰好又是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地方，圈起来盖成房子。那剩下的农地怎么办？就是说你，其实现在中国的政策是这样，你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广东啊，你如果这个搞了1亩耕地，建成房子了，你要再给我开1亩出来，那你不一定在广东开，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开，所以广东会去跟比如西部的一些省份哈，说我给你这个1万块钱，你那儿可以开出2亩地来。但是那个产量就差太远了，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未来的粮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反观美国不是，美国可以适用于耕地的这个土地是非常非常巨大，这个非常非常的，我们搞国土的以前你知道。调查过，你开车在美国，你一看你就知道大概的情况。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中国专家到美国来这个考察。啊，最后临走的时候，我们吃饭呢，他说：“哎呀，美国这个地方地种起来轻轻松松养16亿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样一个说法。他就是说，这个现在这耕地如果用起来的话，轻轻松松可以养16亿人。如果啊，全球化出问题。或者是工业后退，或者战争，或者发生任何问题，你觉得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当然就是粮食啊。对呀，所以这个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优势。是，所以中共，你刚刚说那个无限制的，其实在中国有个专有的名词叫超限战嘛。这个超限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摧毁对方的战略优势。那除了高科技，我可以偷。石油我可以怎么样？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农业怎么办呢？毁掉它，对吧？所以大家都在很怀疑这个问题啊。我可以用一些病虫害啊或者什么真的来做。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想起来会让美国人感觉到很害怕。你如果是偶然的个别的案例，他可能觉得啊这个是个人疯狂啊，就像原来川普说的，说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有计划的还是那个人很疯狂，也许是很疯狂，但是你事情多的时候，你就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对，反正这个事情我是2个看法哈。第一个看法，你看他这次是罗林斯嘛，罗林斯是他的，待会儿是他的叫做农业部长，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啊，还有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哈，还有司法部长邦迪，还有纳瓦罗。就说你看。当这个叫做 Maria Martiroma 问川普说这3个人，密西根大学3个人，川普说谁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是3个疯子哈，还是说背后有人？有的人会看到这个事情会觉得很失望，说川普对共产党认识不清楚。我确实认为川普对共产党认识不清楚，但是呢，你知道真的落到实处啊，包括那个 CFIUS， 包括对美国这个叫外国投资的这个监管单位。都不是川普自己管的，对，就跟当初国务院是那个叫做什么庞培奥一样，庞培奥爱干啥干啥，他把休斯顿领馆关了，大概川普连批准都不用得到批准，对，川普是不管细节的，所以呢，下面的这些刚才说的这些部门全都是鹰派，再加上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情报总监全是鹰派，这些人全是鹰派，所以呢，美国政府其实主体啊，在贸易之外是在他们手里的，就是美国政府的美国。这个国家防卫啊，他们做什么就一定会做什么，川普不会伸手进去。你怎么没把他们当疯子啊？把他们真的当个威胁，他不会管的。对，所以呢，政策是一回事，川普嘴巴讲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川普信任他用的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美国的安全是有人看护的，这是第一点哈。他们聚在一起开这个会，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就说明这个问题。第二呢，就说一下另外一个威胁嘛。你看刚才这个具体数字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数字。美国的农田是13亿英亩嘛。外国人呢买了多少？就买的并不多哈，卖了3.6%，3.6%。其实最多人是加拿大，对，跑到美国来买地种田，还第二是荷兰，也是很会种田哈。在美国来买地种田，还加上意大利。那么中国人买下了多少呢？是刚才高姐说28，这个叫做2800万，2800万是外国人拥有的0.6%，不是整个美国的所有的农地。对，就是它是28万。英亩对，28万英亩，因为外国人非常少，外国人买下了4500万英亩，对，所以只占0.6%。也就是说呢，中共在美国买的这个农地啊是非常细，一丁点，对，但是在一丁点的很有意思啊，他就蹲在19个军事基地边上，对。所以这就是美国人看来看去再傻也能看明白，这个就是你想搞什么名堂，放无人机的好地方。对啊，这就是这以色列在那个什么巴格达旁边的搞那个基地的打法，对不对？所以中共早就在布局这个事情了。你知道人家搭个什么就什么一个温室棚子，里头是种菜呀还是种无人机啊？对，谁知道对不对？对，所以到时候一旦发难，他从那飞出来就马上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没错，尤其这次就是以色列把他的战略战术交给美国人研究一下，觉得哎呦怎么一对这个很像嘛，这个很可怕。对，但我觉得还是另外一点，中共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那么在乎？我认为啊，那就是打到痛处啊。他这个就可能布局了10几年，对，好家伙，就一把被人拆掉，然后说中国人再也不能买了。所以他提的那个什么这个反驳也很那个啊，他说什么来着？不尊重自由市场。对，毛宁叫做美方泛化了国家安全的概念，泛化啊，然后呢说剥夺了特定国家机构与公民购买土地的权利与房产的权利啊，然后呢说这是典型的歧视的做法，违反市场资源，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与国际经贸规则。然后呢，他就在说，我们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将经贸投资问题呢政治化。这是毛宁昨天，这是严重警告美国哈，直接反抗了。我觉得这外交部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应该帮他再进一步澄清一下，就是说美国禁止中国人买土地，这个中国人到底是一个概念是什么？要搞清楚啊。现在肯定是拿中国护照的人嘛。就是说你在美国，因为有些华人组织啊会成立，说我们去抗议这个是种族歧视。如果说，其实这个里面概念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国籍的人，你用你自己的钱去买这个农地，是不在这个限制里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国籍的人，就算你是个白人或者黑人，你背后的资金如果是中国的，你还是不能买。所以它这个限制的对象是很明确的，对吧？是很明确。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国籍的人，你到美国来买一大片地，他是不会让你买，这是肯定，因为他说实话，他也不知道你背后的钱哪来的。他这个呢，我们知道，在美国从来没有禁止过别人买土地哦，哪怕在冷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都没有过。现在呢，把美国逼到已经公开的讲了，虽然有钱也不赚了，对吧？有钱我们这确实是自由的市场当中能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所以他这种所谓叫做美国泛国家安全概念，这不叫泛国家安全概念，你真把美国给弄得我们觉得已经控制不了了。那这就是他首先他就觉得，哎，你这是你什么这个叫做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啊，然后违背了国际经贸原则，就像刚才你讲的似的，你中国允不允许我们外国公司或者外国人在中国买土地啊？你刚才讲了，还不仅是外国人，不是外国人，你中国人你能去买吗？对呀，你说我在广州这个或者在上海，我赚了一大笔钱，我现在想想我不想干了，我想去四川把一片农地买了，我出很高价，你能买得到吗？你是买不到的。所以他说你这是剥夺特定国家公民购买土地和房产的权利，这是典型的歧视的做法。那你在中国一直在歧视外国人的嘛？一直歧视本国人嘛，对吧？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逻辑哈，这个毛宁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美国是一个这么文明、自由、公正、这个不歧视的一个国家，对，一视同仁的。对啊，你对谁都那么好，
那怎么对我这样呢？他下面一句就没说，那我是坏蛋，你对坏蛋不能也好点吗？就是这就是意思。对，他不问他自己干了什么。你这个人买个礼物，每个女朋友都送一个，凭什么你就不送了？虽然我干了坏事，但你为什么不送我呢？你不这是自己往你自己脸上贴金，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不对等，对不对？对不对？你应该让我买啊，可是我不会让你买。对不对？就这意思嘛。所以你美国呢，你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烂货，我也不会怎么讲，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只对你有要求。毛宁这个意思就是只对你有要求。对，没错，完全不问自己怎么回事。对，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针对美，对不对？对，针对美国的舆论战，基本上，所以他说现在我们以前一直说，不是说对等关税的，不是全面对等关税的问题，而是全面对等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包括留学政策，包括什么工业政策，什么都全面对等。只要你限制我的产业，我就限制你的产业；你不让我的银行进去，我就不让你的银行进来。这就所谓全面对等原则嘛。既然你认为你已经崛起了，大家是这个都是站着平等对话，那就用平等的地位来谈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清楚的。他就是一方面他又不承认自己跟你不平等，但是一方面他又要宣传说我其实比你厉害，我高了，东升西降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扭曲的这个概念和这个说法在里头。对，就是流氓逻辑嘛。对呀，什么对不对？你现在是好国家，什么都得好啊，对我这个坏人你也得好啊。至于我好不好，那我才不管你，你不要问我。对，那是我的事儿，不关你的事儿。经济投资什么，不要把经贸问题呢政治化。那你说澳大利亚那个时候要求调查疫情的来源的时候，你怎么制裁澳大利亚的？那立陶宛同意了台湾去挂了一个办事处，叫台湾办事处，你怎么对付立陶宛的？所以很多事儿就是你给中国人看吧，大家也搞不明白，哇，你好厉害。然后回过头来，人家美国跟你已经玩了40年了，40年了，这。2个人交朋友，让你占便宜占40年也够意思了吧？人家现在说的不行了，我们得保卫我们的军事的。中国人是这个双标，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被训练出来，他就是双标，他的所有思维都是双标，他不会想我应该怎么做，而是想你为什么原来给我10块钱，现在给我5块钱了？天哪，你就是我的敌人了，对啊，对吧？他真的这样想，你想想，他禁运了多少？我们随便数一数，这个越南的榴莲是吧？菲律宾的香蕉，台湾的菠萝，所有这些你可以，日本的海鲜，澳大利亚的当然红酒啊什么，你随便数，每一样东西都跟这个东西本身是无关的。那个稀土对美国就最近嘛，不出口，你全都，哎呀，就是经贸问题不要政治化，好不好？中共这边，这意思我帮他说全了，就是说美国你经贸问题不要政治化，那我只能让我政治化呀。哎，对，所以你别政治化，就这意思。整个这么个情况嘛。对，哎呀，所以这我觉得美国人呢，说实话脾气够好的。40年了，还把他当个人儿对待。因为美国的政治精英有一批就是政治精英年龄比较大的，他所有的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的逻辑是建立在冷战之后的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那种国力对比，因为我太厉害了。你太不厉害了，所以我怎么样跟你打交道呢？我就让你赚便宜，我给你好处。它是在那样的一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的这种规则啊，或者他的思维逻辑。所以他们还是用原来那套逻辑，但你要知道现在不一样了。不一样，当然就这个逻辑就不一样，所有的政策都会发生不一样，一定会发生。所以敏锐的人，像川普1980年代就看出这是个败家子的做法，对不对？一路给，没错。最后败完了怎么办？你有无穷无尽的给吗？实际上到现在，跟80年代已经差很远了，这个已经这个实力和势力上已经衰落下去非常多了，所以这个。如果现在不再继续止血的话，这个确实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种市场不对等，而美国的自由化就市场如此自由开放的时候呢，中共这边可以用，而且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共有这个能力，它利用你合规的市场的这样的一种确实是贸易的自由，它呢进来。所以呢，在昨天纳瓦罗就在讲到，现在呢，中共已经开始买美国的农产品公司，控制美国的猪肉生产商。
公司并购啊，我可以买你公司啊。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是中国现在控制了全球1/8的猪肉的生产，它其中呢，它就把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的食品公司就买下去。那加上呢，前2天我们在讲到的，它还就把病毒啊这种病原体带到美国来，还有呢，它要去控制这个农地，买那么多农地，所有这些人家美国人不傻的，说白了，那么到现在为止，你做的这些事情，人家认为你是有布局的，你不是用子弹，你在用种子，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攻击我们国家安全。所以这次呢，是川普政府以国家安全的这种方式开始呢去阻挡这件事情，那这就不属于一个简简单单的经济问题了。那土地、粮食。这难道不是国家安全问题吗？你中共这边也不允许啊，哪个国家能允许啊？所以这件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恰恰就是中共你这么多年处心积虑做完了之后，人家美国人在自卫反击了。我觉得美国这种反应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借鉴他的国家就是台湾。台湾也是言论自由啊，民主社会啊，对不对？什么都不敢进啊，这容许这个本国人干的事情，中共进来都可以干啊。5星红旗在这个101门前去飘扬，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向美国学哈，这种东西威胁你的国家安全。你国家都没有了，你谈你保护什么权利？就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那个林肯嘛，对不对？这北方这叫投敌，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抓起来，没有审就抓。结果被告到最高法院叫人身保护令，违反人身保护令。林肯说：“我不能因为要守一条法律，毁掉所有的法律，毁到联邦都不存在。”所以台湾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台湾政府、台湾是学美国啊，对啊，因为他学错了呀。台湾对中共来讲，他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是处于一个绝对强势的位置，但他却用美国这样绝对强势位置的政策和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你不是搞错了吗？而且所有事情，这个《孙子兵法》所有事情不是知己知彼吗？知己是第一位的，你要知道这个实力和势力对比的这个情况，你才选定你的政策啊。没错，你不能选美国的政策，在以前就是选美国的政策，美国人怎么对他都好，我们也怎么对都这么学。现在美国已经变了，现在学可以啊，现在跟着对呀，美国已经变了，所以这个大的航母已经开始掉头了，所有跟着他的这些盟友们都开始不断的调整政策，时间的问题哈。下面有个叫莱米的说，那已经买了的土地怎么办呢？那么在过去已经买的呢，已经要求他在几月几号之前必须要把它出售出去，全部卖掉啊。这已经有美国有一半的州，美国一共50个州嘛，那已经有一半的州都已经有这样的州的条例了。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定出来了。现在从联邦的角度上再一刀切下去的话，你拿着中国护照的啊，肯定不行了。那另外呢，就是刚才石闪讲的这个，你哪怕是美国国籍，如果你背后的资金不明的话，你的地点敏感的话，他也会调查。所以在美国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华人呢去讨论，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一群人用这件事情呢说，这是歧视在美的华人啊，歧视在美国的中国人。这句话非常蛊惑人心，对啊，非常非常蛊惑人心。要清楚，你可以买别的地方，你为什么非要买军事这个非常敏感的地方的这个农田呢？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在美国如此敏感，对中共渗透如此敏感的情况之下，你非要这么去做，我们也在问你为什么要给美国的华人带来这样的一种巨大的让人家用有色眼镜看你的这样一个风险呢？所以现在美国也有密西根呐等等的一些华人还在打官司，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还要继续去观察。美国政府也在观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的这些华裔的美国人，他是怎么样去做和表现的？对，我想插一句哈，这种针对德克萨斯州啊或者佛罗里达州这种抗议啊，甚至抗议的活动啊或者这种官司啊，它基本上它的 angle， 它其实不是一群中国公民，对，拿着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去抗议，他是在美国的华人，对，而且他打的旗号是歧视我们华人，没错，人家这政策怎么歧视你们华人了？对，我们都是华人，台湾人也说，台湾的美国人也是华人，对不对？东南亚都是华人，有针对他们吗？他们买地有问题吗？所以这就是有意的路走了一半开始偷换概念，对，就把这个战火从针对中共引到美国华人身上来。其实，然后华人想不清楚，就掉到这个圈套里头，没错，就跑去跟着他摇旗呐喊。没错，这个事情啊，我必须跟大家提个醒，尤其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你要把它归结于种族问题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小心。而且我再插一句，如果归结到变成种族问题的话，背后一定是中共的因素在那个地方。我
背后的因素，我认为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啊，这个不一样。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墨菲定律。怎么讲？就是你说什么，最后就变成什么。我觉得在美国的华人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你用这个种族问题的这个借口去在美国社会来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非常小心，就可能引火烧身，对不对？没错因为我曾经报道过这个南斯拉夫内战，南斯拉夫的内战，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就是他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回教的一个人，他们波斯尼亚的回教徒已经非常现代化了。就是他已经非常 modern 了，他们甚至可以喝酒啊，甚至是吃什么肉都不管的，世俗化了啊，是非常世俗化。所以他跟我讲，他说那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平时的同学在一起上班，好的不得了，还谈恋爱什么。战争的时候就是一条街，大家用家具拉着说，你瞄准镜，你看着对方就是你的同学，梆一枪就打过去。他说，一旦到了种族问题的时候，到了这样的仇恨，到了上升到种族问题，这个政治问题是无解的，血仇了，是无解的。你华人在美国要不要干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怕。但是一定要想清楚，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我一直在劝新疆和西藏的朋友，我说你们不管你争取什么权利，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种族化。如果变成种族化，对你们这些少数民族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个东西啊，一旦变成种族了，这是无解的，这个东西是无解的。那个种族就是敌人，对不对？对，只要是那个种族就是敌人啊。当然，他们有的人听，有的人不听。我们回过头来，中国人要不要在美国也把它种族化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在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要特别小心，你要认真想清楚背后这个逻辑，这个政治逻辑是什么。当这个国家还很有优越感，还超过你很多，他很包容、很宽容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情况是这样。你觉得我们去抗议了没什么这个啊，这是如何，大家无所谓。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朝着你们抗议的那个方向再走几步，我就可以看到另外的那个情况就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啊，每一个人要想清楚。有一个力量，他非常想看到这样的一种方向，那就是刚才方伟提到的，中共非常愿意把在美国的华人推到那个地步。因为这个农地1000%它不是种族问题，对，它就是中共那个政权的问题，对不对？他搞到全民皆兵，对不对？对，所有中国大陆来的人都可能成为这个中共的间谍，帮他买地、买田、买地，搞情报，100%不是种族问题。对，所以就不要把它，更不要咱们跑到那边去了。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华人如果上这个当的话啊，在美国的华人如果上这个当的话，那实在是真的是有。没什么话好说了。他昨天美国农业部长的这段话讲得很清楚，他讲说，保卫美国的农业就是保卫美国的自由。土地是我们的根，粮食是我们的命脉，科研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不会再让中国或其他敌对势力夺走这些。我把中国叫做中共国，人家讲得很清楚，针对的是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权。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在国家安全的这个级别上，你在这搞什么种族啊？所以任何在美国炒作这件事情呢，大家一定要去看它背后的势力到底是什么。而美国在中共内部的这种渗透之深，不仅仅是买地的了。昨天我们出去吃个饭，还有老板在跟我们讲呢，10几年前，中共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钱通过福建帮啊，通过这样的一些侨团，然后一批一批的在美国收购这些饭店，布局超市，布局的饭店啊。这个各种饭店呢，全部都是在中共啊，就不是全部了，就是中共有资金介入进来去控制。那我们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包括在美国的中国警察局，很多就是在饭店，就是他们的据点啊，所以这些侨团、这些饭店以此为根据，在美国渗透，已经在 FBI 的名单上了。这不在于你毛宁或者是你外交部，你怎么样去拿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去反击美国？美国非常清楚，但不清楚的，第一是国内的人，第二呢是在美国的一些只看微信的那些华人。
我真的是在那个赖清德到美国，他还没有当选的时候，到美国过境的时候，在旧金山我们去采访的时候，然后对个就有那种华人去抗议赖清德，说他是台独。我看到过，就是我们电台的观众老阿姨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的，我都傻了。我真是觉得天哪，你听我们的广播吗？就义愤填膺的，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其实他不知道，所有的他们全部都给你拍下来了。我就搞不明白，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他那些孩子们都不知道吗？让他妈参与这些事情，给一个盒饭。给你个大巴士就给拉到那去抗议去了，全部都在名单上，这就是中共在美国的渗透的势力。好，我们可能要往下讲中国的2个话题了哈，一个是709哈，还有一个就是天水的事情。但说之前呢，这个我们先说一下9月份我们要的一场特别的出游怎么样？9月15号到9月22号，我们方伟还有谁？高铁、唐靖远、唐靖远、施珊也要去，对不对？李正，我还得跟我们领导请假。还有那我们要有一个从拉斯维加斯到黄石公园的美国8大国家公园的这样一个线下活动那我们这个线下活动呢，一共是8天的时间，走过的呢这种好山好水，美国的这种非常漂亮，非常被评为国家地理杂志当中最值得走的一个旅游路线。对，而更重要的是呢，是跟谁去看世界。所以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跟谁在一起，决定着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这句话是有没有道理啊？没错。所以在这儿非常正确。在这儿呢，我们就邀请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9月15号到9月22号与我们一起同行。我上次度假，说实话，可能10几年前吧，但也不能绝对这么说啊。我曾经跟我父母，因为我父母90岁的时候啊，请他们的这个跟他们一起出去，从那到往回推哈，我大概20年没有度过假了。说错了，15年没有度过假了。所以呢，这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段时间哈。所以呢，这次出去呢，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哈，因为我觉得在空中就这么就说啊，叫做空中神交嘛，对不对？对。那跟当面见还是不一样。当然。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那不仅仅是一个旅行的路线哈，从我们的导游到我们的这周围的这些时评人，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故事。那么这一路呢，我们将去讲出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去的朋友呢，事先会要求大家看3个电影。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是很多的可能真的是大家不知道的，哪怕你没有人去介绍去看那个山山水水，和有人介绍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之前我们推的那种德国的旅游，有多少人去过多少趟欧洲和德国？可是呢，他们跟我们的团走完了之后呢，他说：“天哪，我的世界观、我的3观都变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作用。所以想见方伟吗？想见石山吗？想见唐靖远吗？那我们就可以。想见高洁吗？高洁不重要，高洁到时候给大家做服务哈。然后呢，在现场，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吗？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咱们一起的去聊天，咱们一起呢把你的观点呢去跟我们一起呢去讲一下，这将是这8天的当中呢非常精彩的这样的时刻。那报名的网址呢已经在下面了，看到了吗？也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还不错。美猴王啊，欢迎你哈，谢谢美猴王，希望能见到你，跟我们一起同行。这是老观众啊，好朋友，老朋友了。对，然后呢，咱们一起去见这个世界。我们这是一个线下的活动，这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是跟我们好友们同行，一起呢去看世界。而且这个路线很有可能几年之内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豪华大巴、超级旅游以及超级的网红，咱们一起行动。7月15号之前报名呢，可以便宜300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哈。现在赶快加油。然后露营啊，他说很想去，但今年赶不上了，还在中国。明年还有吗？明年有，肯定不是这个路线了，那还没有定啊。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我们自己也想去玩啊，我们真没有时间，我们自己也想去玩，所以呢8个公园一起走下来，我们还有专门的摄影师哈，教给大家怎么去拍出大片一样的风景，里边的简直是彩蛋多多，千万不要放过啊。太棒了！如果这个上次我自己一个人跑到巴拿马去了，你知道吗？然后那次是生闷气，结果就觉得去哪儿呢？找了一个很美，找了一个没人去的地方，因为很热。
那就跑到巴拿马去了，自己跑到运河边上去看一看啊。所以很郁闷，就要去很热的地方。不是因为便宜，因为很热的时候便宜，它不是旅游旺季，不是旺季，因为那个在已经快吃到了，你知道。石山是独行侠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独行侠拽来参加我们的集体游。所以这次呢，千万不要错过哈，报名的在下边哈，赶快抓紧时间，咱们一同呢去看世界，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再看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必要啊，去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甘肃天水的这个幼儿园事件呢，发生在3月到6月份的时候，当时呢是一些家长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孩子呢有各种掉头发呀、恶心呐，然后呢这个各种症状，脾气暴躁啊等等，甚至牙已经变黑啊，那牙缝里边都变黑，那他就觉得很奇怪。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领着到医院检查呢说脾胃不调啊，脾胃比较虚，吃什么药也不管事儿。那么家长就觉得那就做个血液化验吧，结果一化验说铅超标。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说，哎，这怎么会铅超标呢？血铅超标，他就跟幼儿园都有家长群嘛，就问别的家长，结果呢，一看那家长群里边说，哎呀，他家的孩子都有这个症状。这个幼儿园里边一共是260多个孩子，260个孩子，然后呢，现在呢是230多个孩子都发现了同样的情况，那他们就开始反映这件事情。一反映之后呢，天水市的政府它的卫生保健部门就组织了一个整体的检查。这整体的检查说，哦，不高，每升啊，就血液的这个每升呢是大概16点几几微克。啊，他说没有问题，可是呢，他们家长觉得不放心，就到了西安啊附近的这样的一些医院做血液检查。一检查，同样的这个每升当中呢是360多微克，差了20多倍，人家家长就开始报警了，就是你到底投毒啊，到底怎么回事？于是呢，政府呢去组织这样的部门进行调查，之后呢，这2天就开始发布公告啦。你们猜猜，到底是因为什么去中毒了？官方结论是什么？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对，我也已经看过了。是不是馒头颜色太漂亮了？对，是吧？它呢，官方的结论呢是2个，说呢，在早上吃的玉米糕啊，这个发糕和晚上的一个叫做玉米卷饼啊这样的一个当中，发现了残留的铅。那这个铅的比例呢，高达到刚才我们同样的这个单位下呢，是一个是1050多，一个是1300多微克。毫克，那个每千克啊，每千克毫克。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说是这个幼儿园，他们呢为了让小孩子做出的吃的这个发糕啊食品呢好看，他们买了这种工业用的颜料放到里边，导致呢食物的这个铅啊在这里边的残留量呢太高了，导致孩子铅中毒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官方的结论。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孩子都在外地住院，上海的和西安的都在外面住院，得排呀，得把铅得排出去。然后呢，当地的政府组织呢工作人员去到那边去告诉他们，劝他们回到天水本地去进行治疗。同时呢，这件事情发出来之后呢，把网友也给惹毛了。网友呢就开始扒就扒出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诡异的这种细节。一会儿呢，我们详细再去讲到底有哪些细节。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一点就是网友们是越扒越恐怖。因为什么呢？他们在扒的时候，首先他们看到了19年前在同样的天水就发生过类似的农村的小孩铅中毒的事件。20年之后又发生了，这次呢是集中在一个幼儿园。同时呢，网友们呢就看你官方的这个报道呢，就发现不对劲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光是你的那个食物残留当中的这个浓度，你怎么买了这种颜料之后，你还能把它提炼浓缩呢？就大家发现太多的那个颜料里的含铅是远远低于它查出来的食物里的含铅量，对不对？对，而且差都要几十倍哈。所以这件事情呢，这2天在网络上是炒得非常非常的热，大家就不断的在顶，因为呢，大家是觉得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公布呢，太嘲笑大家的弱智了，所以网民呢这件事情讨论的非常的厉害。那大家怀疑的就是目前呢被收监的8个这样的一个幼儿园的领导、投资人还有呢这些工作人员，很有可能呢背后有更深的原因。那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去说哈。那今天大家都看到这个了嘛，对不对？那石山，你觉得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你第一个疑问是什么？第一个疑问当然是很清楚啊，比如因为他现在是对这个食品做检测，结果食品里面的含铅比
工业颜料的这个含铅的量要高，所以有的这个网友是一语道破，说难道你在做这个食品之前，先把这个工业颜料里面的含铅量提纯了才放进去吗？这个是确实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说，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那么你只要是有猫腻，这个背后一定要有重大的原因。为什么要掩盖？那要掩护什么人、什么机构，或者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当然大家都要讨论，要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啊，谈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应该先跟大家澄清一下，铅中毒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尤其是对年轻人。或者说是对婴幼儿吧，这个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的，这个铅中毒在美国是炒得很厉害的啊。以前来的这个美国的 drywall， 这个应该怎么石膏墙是吧？从中国进口的有铅，原来的预制件从中国进口的这个房屋的预制件里面有含铅，还有是这个一些蜡笔。就是中国过来的一些彩绘的一些笔，因为那种东西对年轻人对婴幼儿可能危害很大，他可能放到嘴里啊什么，这种东西都有，所以这来自中国的产品，这个铅超标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是我们在海外知道，在国内的这个铅中毒的情况我们也知道非常普遍，我们可以待会儿讲一下。但是铅中毒对婴幼儿有什么样的危害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谈一下？把您所知道的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所知道的呢，就是如果是成人的话，它会损害你的这个微量的话啊，就是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会损害你的骨骼啊，会损害你的内脏，很多内脏。但如果是婴幼儿的话，因为它影响到你的血液循环，它的这个铅是一种重金属啊，是非常重的一种金属，你是排不出去的，你的肝和肾你是排不出去，它会堆积在你的内脏里面。结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会导致你的大脑发育完全停止，智力退化。因为是这样，你这个血里面如果有铅的话，它在你的微细血管里面，它可能会沉积下来。你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的生长，尤其是大脑的生长，是非常非常那个里面的微细的血管是非常细的。如果你里面有铅停留下来的话，它等于是完全阻止你的大脑的发育了，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弱智痴呆。当然，这个是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对这些婴幼儿还有骨骼的问题。所以这个会损害会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成人其实也很严重，但是远远没有婴幼儿，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没有对婴幼儿影响这么大。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它不是说一件事两件事，它是一代人两代人。这个民族的存续的问题，你们中国人特别应该关注这个铅中毒到底是因为一件事偶然的事件，还是说它有个系统的有一些什么问题？对，他那个小孩铅中毒到什么程度哈？如果咱们这里边有医生的话，就知道他已经出现那个牙龈那边出现铅线了。就是如果有照片，我们没办法，有照片可能油管是比较敏感的哈。就是那个牙龈和牙齿接触的那个地方都已经开始有铅线了，一个黑线，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了。一般呢，在铅中毒的这个角度上，都是长时间暴露的。那么医院方面已经诊断的至少是3个月啊，至少是3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是每天这样高浓度的接触，它才会出现那种铅线。孩子的脱发呀，包括呢就脾气暴躁啊、呕吐啊、晕呐、没有体力、乏力这些现象早都已经出现了。所以家长不知道是铅中毒，一直在不断的看。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到官方立案，7月3号，咱们是今天7月9号，7月3号立案的时候才。最后，现在说出来是他们为了什么？孩子这个把这个工业用的颜料，就是画画用的那种颜料的颜色比较鲜艳，为了给孩子们去做这个糕点，然后呢，为了呢去吸引这个孩子们多吃饭啊，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官宣。所以呢，网友就总结了5个哈，就是第一点，
对，一组两组的疑点，我快速的说一下第一个呢，首先他就觉得食用色素的价格和颜料的价格相比的话，食用色素都便宜。对，最起码它不贵，甚至一些工业用的或颜料呢，比这个食用色素还要贵的。没错。所以呢，这个首先就是他们为什么冒险用贵的东西的颜料去给孩子们做糕点吃，这第一个。你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随便到网上去搜一下，你的画画的那个颜料和你食用的那个颜料哈，总体上看呢，它的价格、食用等等都是食用的是更便宜的了。那么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工业用料，哪怕你画画的那个工业的颜料，它是有味道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这种味道呢是没有办法去吃的，尤其你是像他说的个浓度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你很苦味儿，你甚至你去看一看哈，什么就各种颜料，丙烯颜料的话，它会有化学气味，人家在那个气味特征当中已经写出来了。对，画画用油彩，咱们都知道你有味道的，对吧？还有呢，什么油画的颜料，金属的异味；什么水彩的颜料有胶啊，那个橡胶的味道；水粉的颜料呢有微酸的这个味道；国画的颜料呢有腐臭味儿，墨嘛，对吧？都有腐臭味儿。你那么高的浓度的发糕，你就因为颜色好吃，你味道呢？它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啊？这又是一个疑点。那另外呢，就是大家所问到的，就是说连这个颜料这部分国家都有规定的。对，你画画等等工业用的这个色素，国家都要求每千克呢都不能超过90毫克。每千克不能超过90毫克是有标准的。你拿了那个东西，就刚才你说的似的，你稀释完了给孩子们做，然后你那个浓度剩余里边的稀释过的浓度，居然比他买来的原料还高，怎么解释？都10倍以上，对不对？提纯，你把它还去提纯吗？然后呢，他还在质疑呢，那就是。比如一个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这个李某某，他不仅是这一家幼儿园，他有4家幼儿园。那你要在这个地方要这么去做的话，那你别的幼儿园你也应该这么做，赚钱呢，好卖呀，让孩子多吃啊，你总得做。别的幼儿园不做，为什么就这个幼儿园去做？对，所以这都是大家去问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疑点。所以呢，大家就为什么就在讲，他说你现在官方的报道的这个太诡异了。你怎么来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基本上官方呢就编个瞎话，瞎话又太难圆了，没错，就随口就编，没错。结果现在搞到是全民侦探，是不是啊？有多少事情都是这样的，没错。像当初胡星宇啊，任何一个事情出来，这个铁链女一出来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全民侦探，没错。大家全部扒一遍之后，你说瞎话就是站不住嘛，就是经不起扒嘛，所以等于是这官方这么个调查结论，现在被扒得体无完肤。那些问题是关键原因是什么？对不对？既然官方搞这么一套瞎话出来，那结果就是把这个办幼儿园的几个人抓了。对，抓了8个人，是什么？抓了8个人。再补充一下，家长到西安去做了血液检测，然后呢，天水市政府说，这个不具有官方效力，我不承认。回到我们天水进行检测，天水市卫生站、检疫站给他们做检测之后，这不说吗？16点多和差了20倍。然后家长不觉得不放心，人家又去到西安、到上海进行检测，同样都是高于本地的。为什么你要逼着你不承认人家西安，也不承认上海的医院的检测，要回到你们天水？为什么你们天水本地的检测就不高？这又是怎么去解释呢？你官方的这个动作怎么去解释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很诡异的点。那同时呢，在这里边呢，也有网友呢都当福尔摩斯，他们就开始扒拉。那么就有第2组的疑点就说来了。那么有一个呢就在讲到，他说首先看的这个幼儿园的地址和它的位置，他说呢，他就是天水本地的。他说点我知道的哈。他说呢，在他开车10分钟的这个距离，都在那个河边上，就有一个叫做铅金属转运站。附近呢还有个化工厂。那么他说的运营了几十年了，铅中毒必须是长期摄入的。他说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铅中转站它的运输和保存不当产生的粉尘呐等等的附近的居民也没有去检测，对不对？但是呢，颜料哈这些呢，他也都提出来这个问题。而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也测出来，每千克里边是500微克。比孩子们还高。还有一个老师呢，也是跟孩子们差不多，每千克里边300多微克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你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老师买了工业颜料做了发糕，然后呢，孩子们、老师们都在吃这个东西。还有意思呢，这里边有家长，一共是200多个孩子，这里边有几个家长，人家是不吃幼儿园饭的，因为幼儿园学校这个饭太要命了，人家家长每天给孩子们送饭的，他们的血液也超标，没有吃那个发糕。
也超标，你怎么去解释？这就是网友发出来的又一个良心上的这样的一个审问。所以呢，这里边他们又说出来了，这个幼儿园所在的位置呢，为什么其他的天水系的其他的居民没有这个现象呢？他们说天水市呢有一套自来水供应系统，但是水价很贵。这个幼儿园呢是在1楼在地面说的，他自己呢就挖了井。用地下水来自己用，这样他就不用去缴自来水费了，他不用进那套系统。那么大家也在怀疑是不是这个水有问题了？那到现在没有人去调查这个水啊，这就是今天不断的这种诡异的现象都在出来。今天包括这个深圳的、广东的一些专门生产工业颜料的公司已经发出严正声明，我方公司绝都按照国家安全法的规定这个我们绝不生产这种超标的这种含铅量那么高的，也就是说它出厂都不会有含铅量那么高的颜料，人家工业颜料都不背这个锅。就是今天这个消息呢，就是一直在扒呀，很多的细节。那你说你现在要说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呢，网友呢就在说，很有可能的呢，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如果这要是一个地下水污染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环保大案。没错。那么如果就把它控制到8个老师，你们为了利益，然后呢去用了这种颜料发糕，那你就是你们自己一个小8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整个天水市。这个呢就涉及到天水市的政府环保发改委因为它涉及到工厂嘛，都要问责。对，都要去问责。因为我们现在想问的就是，到底是它食物来的还是水来的？现在官方没有说法，但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那大家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当然我对这个事儿不熟但是我觉得事先看了这个情况，听你们说的这个东西，从逻辑推断，我觉得很可能真的就是地下水污染。否则的话，在这个幼儿园以外都没事儿，在这个幼儿园圈里头它就有事儿，包括幼儿园的小孩就不用说了，再加上幼儿园的老师。所以呢，如果说他本来是打一个地下水，他会觉得哇，地下水那肯定很干净对，又便宜又干净，结果地下水已经被污染掉了。对，这个抽出来正好中招。没错。对，然后最后就瞎编一套理由，现在我们看到也站不住脚嘛，对不对？没错。所以说这个地下水这个叫做污染这件事情在中国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偶发事件呢，还是有比这个有更多地方面临这样的情况？就中国的地下水它的污染程度到底怎么样？对，现在中国的情况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其实你是搞地质的嘛，对不对？没错。跟我们说说看。因为这个地下水的污染呢，它的危害远比地表水的污染危害要大。真的？对，因为现在我会认为，对不起，我插一句我会认为地下水它有这叫什么土壤这个岩石的过滤作用，最后地下水才会那么干净。我先告诉你，它是怎么污染到地下水的。OK，地下水像你说的没错，因为地下水是地表水渗进去的，所以它是经过了很多过滤层大家会觉得这个里面会比较干净最多是这个碳酸钙比较多一点，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但是其他的问题不会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地下水但是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的问题是来自于人为的地下水污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什么意思？就是有很多化工厂，它的要排水，你生产了东西以后，你的废水要排吧，你的废水要排呢，你有标准。你知道一个处理废水的一个设备，可能占你整个工厂的30%到40%几，这个投资所以对于很多工厂来讲，这个是一大笔投资。现在中国人有一个办法，把它打深井住到地下去，就地灌下去，这不gosh。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我知道是吗？对，而且它不是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你检查不出来，我没有排到河里对不对？我有个井，我它打下去了，灌到下面去了。而且中国很多地方地下水是属于空洞状态，就是说地下水有个水位你超采太多了以后，它就会往下沉，整个地面也会跟着往下沉。那怎么办呢？那就有的地方往里注海水，注海水又给你的这个整个硬度这个地面呢就没那么容易往下沉降，对上面的建筑物就可以保持一个稳定吧。有的地方就干脆把废水往里注，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地下水注进去，我这么说吧，
5000年之内不可能解决。哇，你没办法解决，他没有办法自己再把它淘汰。对，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就待在那儿了。你怎么处理？你把它抽出来，再换干净的淡水进去吗？你没有办法处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如果你地表水还好办，蒸发啊，或河流啊，下雨啊，冲刷啊，慢慢的这个冲到海里去了，对不对？但是地下水你怎么处理？地下水是没法处理的，所以在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包括华北平原，华北平原还不是干旱地区哦，华北平原是超量用水的地方，大量的积采地下水，就是打个井，把这个水拿出来浇庄稼，浇庄稼以后，他为了这个粮食的产量，拼命的积采地下水来这个灌溉，结果导致地下水的水位就不停的下降。华北平原有好多个大漏斗，就是地下水也有一个像漏斗一样的形状啊。那怎么办？很多华北的这个地方公司往里面注海水啊。注什么这个海水其实成本也很高，你想你从海边运过来，你再注进去，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废水，直接废水往里注。所以这个危害对中国人、对中国这块土地危害，我们少说一点，5000年。这个是非常可怕，你解决不了的。就算共产党没了，或者这些官都走了，或者这些人，孙子的孙子都死光了，那一片废墟还会存在那个地方。您刚才讲到的是化工厂的问题，化工厂这块哈，我们下面有个叫赵木木啊，这位他说我是搞农业的，他说10年前我们在漓江检测到浇灌水的重金属超标50倍，10年前，2015年了啊。然后呢，这是石山说的事儿，对不对？对，漓江应该是广西的。漓江对，然后呢，追溯水源地呢，重金属是0，但是呢，水过了村庄之后呢，就超标10倍，然后呢，超过90米哈，农田超标呢就是50倍了，那就过水源地之后，水源地是0，超到这个500米之后。超标就50倍了。那实际上呢，它去灌溉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灌溉水不就灌到土里头去了吗？你就在长农业呀，在长这些农作物啊。然后赵木木说，他说他在大会发表呢，告知大家呢要少用农药化肥。结果呢，有一个领导冲上台，捂住我的嘴，不让说出这个现象。我们用的地下水检测出重金属超标1000多倍。早就这样了，最大问题在农药、化肥、除草剂啊，这是赵木木说的。那这个领导去捂你的嘴，是不是？那我也给你补充一个，那我呢，在之前也是体制内的，是从事环境保护的。中国呢，从80年代已经有环境保护局了，那么它是从建委那地部分呢批出来一支呢，专门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局。那这个呢，就吸取了整个国外的一个经验，因为呢，这种重金属污染呢、光污染呢、这个土地污染呢，在国外有8大公害，那其中就有一个铬污染，在日本就有2起。所以呢，在中国这个时候开始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各种工业开始上来的时候呢，也开始呢要进行环境保护，其实是一个从别人的历史教训当中来防范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不要造成水呀、土地的污染。其实利益是好的。那么9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推出来第一部保密法。我那个时候呢是在环境保护局嘛，把我抽过去呢就学习这个保密法。当时是在吉林省长春，那是第1届环境保护局去学习中国的保密法。当时给我们在讲到，你说环境保护局你是测环境标准的，那给我们讲应该公开啊，保什么密呢？对，他是这样告诉的。当时举例呢就在讲说吉林长春那个水库嘛，不就生活用水。那其中有的水库呢，当时啊90年代它的饮用标准已经不符合饮用水标准了。可是呢，那一个水库所几十万人的用水没有办法解决。你不合格，我怎么给这么多人供水呢？对，所以如果我们测出来是超标了，你把这个数据不经过领导批准，你就给它公布出去的话，会引发社会动荡。
这就是环境保护局要学保密法。所以刚才这位赵木木说，领导捂你的嘴，你肯定没经过这种保密的训练，对吧？然后呢，你测完了之后，你就要去说这个，如果你是在体制内的，在环境保护局，你要遵守保密法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件事情。那刚才你讲到的这件事情呢，刚才我们那个导播放了一张图片，看到了吗？2012年的时候，在纽约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好像是哈，他们做了一个难民和申请庇护的这样的一些移民，抽样1999个人啊，将近2000个人，做了一个身体健康各方面的测试。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样的移民，他们身体里的重金属全部超标，而且都是移民呢，都不是美国本地生的，都是从别的国家进来的，都比别的国家超高几十倍，其中铅啊，就是大概超标呢是80倍，还有呢另外一个呢超标汞啊是超标100，就是100%超标1倍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Sorry， 那个铅是80%啊，比别人多80%。这个事件呢是2012年，你去查2013年左右，中国大陆都在报道说啊，中国为什么大陆来的华人，你这里面的歧视。这不是歧视，那你喝的水，你吃的农作物是吧？就像刚才那个赵木木啊，你所讲到的，你拿这样的水灌出来长出来的这些粮食。它里边的重金属超不超标？对，我跟你讲，这个我讲一点这个中国的你说的保密法啊，中国大概是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调集了中国300多个非常高端的专家，参与了一项全国的普查的就是中国农地耕地里面的重金属污染。那个，因为我是有同学在里面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当时他们跟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这个国务院这个中央已经说了，说这个调查出来一定向全国公布，大家群策群力看怎么处理。原本说3年，最后好像搞了4、5年，最后这个结果完全掩盖，永远不说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具体的情况不讲了，就是后来再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说。重金属严重超标的中国的耕地面积占中国耕地面积的20%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15年前的事情，这是叫严重超标，不叫超标，叫严重超标的，就超标1、2倍以上吧。我得查一下这个标到底是什么哈，因为我查到是中国的叫食物哈，不是说颜料哈，是食物的叫做危险标准，铅是多少？1公斤就是1000克是0.5毫克。美国的标准什么呢？我查一下美国是什么来？叫做20 ppb。20 ppb 就是10亿啊，10亿中只有20份。所以这个美国的食物跟中国的食物比，美国的标准就比中国要严多，中国的标准是美国的5倍哦。已经比人家就毒性就大了。对，这个王维洛先生啊，曾经有过这个一篇文章啊，我那时候以前采访他也跟我们谈过这个事，就是中国的对水质进行限定的。你看，中国有1类水、2类水、3类水。4类水、5类水是这样的，好像这1类水是最干净，5类水是最脏啊，就是脏水到干净水吧。到了3类水呢，其实就已经是不能喝了，就可以用，但是你不能喝，到2类水才能喝。以前中国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原来是跟外国的标准是一样的，后来这个标准就慢慢移动到现在，中国的。据说是中国的2类水就是外国的3类水，也就是说，你说这个事情特别重要，就他把他的标准啊，就会换，会移动。所以我们当说有没有超标，我们都是用这个词，是不是？那个标是什么？你说这个特别重要，它真的在移动。他们把自己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标准移动。我们刚刚说那个重金属超标。重金属这个超标最严重的省份，我可以跟大家讲的，云南、贵州、云贵、湖南、江西、广西、广东一定很严重。为什么？因为广东是刚好是这个叫珠江水系从云南、贵州、广西流进来的，你说它能不严重吗？这个就谈这几个省份是最严重的，还有长江流域还有。像湖北的一部分，像这个下面还有这个浙江啊什么，因为这都是这个水系下去的，非常严重。所以
这个我当时那个专家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些地方的出产的农产品，大家要小心了。”因为它真的会进去啊。这个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调查呢，持续了大概5年的时间。刚才你说那个300多个专家，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当时呢，2012年美国做了这个检测之后，2013年中国都广泛的在报道，然后呢就在问，那到底中国土地污染有多严重啊？他说我们正在做这个做出一个地图啊，污染的地图来。结果呢，2013年就有这个律师就问中国的国土资源部和这个环境保护局，问他们哈，就到底这个数据在哪儿呢？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公布。后来不能公布了。国家机密，谁不知道？当官的都知道嘛，对吧？最起码省级以上的都知道嘛。那剩下的就是老百姓不知道。所以你要明白其中一个道理：中共的官员为什么去搞特供？他们搞特供基地、特供这个东西，他不是因为他表现出来我跟你不一样，我高级，不是这个，是只有真实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的考虑的。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很少中国人去想这个问题。大家以为他那个喝好茅台酒，他抽好的什么香烟，或者他什么吃好的粮食，不是，他们是找专门的测了以后没有污染的地方，用没有污染的水种出来的东西，这个才叫真正的他们的特供。这里边刚才我们再回过头来，如果说到这些的话，你再回过头来看呢，天水的一个政府，他为什么你们自己官方组织的检查都不超标，血检都不超标，你们的卫生局、你们的健康什么这种防疫站进行检测都不超标，和人家西安和上海呢去这样的一个血检呢，居然低了20倍，到那边孩子们都已经铅中毒了，那个牙齿上一旦出铅线的话，这都叫做一般在上海那是中国职业病医院，专门针对在矿山呐，那就是可能他的工作每天就大面积、长时间暴露在这个铅呐、汞啊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会有职业上的这样一个中毒。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头，这个幼儿园还挺豪华的，收费也不低啊，怎么就能够变成了重度的铅中毒呢？那就已经出现那个铅线了，那已经是非常之严重的了。你怎么解释这件事？你为什么以官方的方式？那有的人说，哇，这个幼儿园的这个老板投资人挺厉害呀，能让整个政府去压着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幼儿园的投资人厉害吗？现在他们这8个人都被收监了，说你们为孩子们、为你们的利益啊，然后呢去用了这种颜料的，你这真的是对吧？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件事情你官方你能不能有个交代？所以网民们就在问这件事情啊，你怎么解释？所以大家觉得这真的是颜料吗？对，他这个我看所有的资料里面啊，他这个离他几公里外有一个这个火车的这个叫做货场，这个货场是专门堆铅锌矿的，专门堆铅锌矿的，所以这个它当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因为铅这个污染啊，它可以有几种方式。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粉尘啊，这个铅的粉尘啊，但是铅的粉尘呢，一定是就不光是这一个幼儿园了，所以最可能的是它造成了水污染，就铅锌矿这个水污染，地下水的污染。我不知道它那个这个堆矿只是露天堆在这个地方，还是说它在里面设了简易的选矿。因为如果设了简易的选矿场，选矿什么意思？问题就会特别严重。什么叫选矿？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铅矿，它铅矿和锌矿是半生的，两个都是硫化物。铅的硫化物叫做方铅矿，锌的硫化物叫做我都忘记了，反正就是硫化锌吧，这个叫。一下子想不起来，好多年没搞这个专业。就是说，他们都是硫化物。硫化物，当然，我选矿场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矿石里面，比如说5%是这个矿，是吧？但你不能拿这5%去冶炼。所以你要先把它这个矿啊变成60%、70%甚至90%，所以它有个选矿有好多道工序。那你如果不把它选出来，你运过去，你只运了5%的石头过去，你其他的95%你不是运了
没用的石头过去嘛，所以最好是在上游原产地呢，先把它进行选择，然后再把已经选的这个金矿再把它运出去，这样你的成本就省很多。所以这个甘肃它那个上面那个坝场啊，就堆这个矿，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同时设这个最初级的选矿场。选矿怎么会影响到地下水呢？因为选矿是要用水的，很多都是要用水，对，用水冲，或者是用酸。在千辛矿这个例子里面，通常是用强碱。用强碱，因为它是要把把它去掉，这硫化铅，就是方铅矿其实就是硫化铅嘛，就是硫化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设，因为甘肃省算是中国出这个铅矿的出铅的一个比较大的地方，甘肃省每年大概几十万吨的铅矿会出产，铅锌矿它是两个东西是伴生的，锌和铅两个东西永远是伴生在一起的，非常有意思。所以一说都是铅锌矿啊，所以甘肃省一年是大概80万吨到100万吨的铅锌矿，其中有一半是铅，一半是锌。当然这里面还有别的，比如铜啊、钡啊什么的。硫化铜就是指泻药，就是泻药。所以你要去这个铅矿、锌矿的矿区，你要喝了那个水，你肯定很长时间拉肚子，你搞不清楚为什么。其实就是硫酸铜，就硫酸铜呢，就吃了以后就会拉肚子。那现在国内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已经有结论了吗？现在是我狗养没有。现在官方的对这个天水的这个幼儿园的结论呢，就把这8个人，幼儿园的老师，还有他们这个投资人、园长啊，都给扣起来了。也就是现在这个官方的定论就往他们8个身上去栽嘛。对。但是大家就在质疑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观众可以去想一想哈，你们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而这里边所折射的一些问题呢，就非常的严重。那到底中国的地下水的污染有多严重？到底呢中国的食品污染有多严重？然后呢，到底呢官方你要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导编哈，我们的这个编辑呢，又给我们放上来一个新闻。天水这个事件现在还没有结束呢，大家都在生气，因为觉得你太侮辱我们的智商了。大家就每个人都在当福尔摩斯，贡献自己所了解的哈，包括呢学化工的人就讲到了，你如果是那个颜料的话啊，就那种颜料的话，它首先如果吃了这种颜料是铬中毒，6价铬中毒，那个会伤孩子的黏膜，尤其小朋友，那会更加的严重。那是这个6价铬中毒，没错，那就更严重。你就不是铅中毒的问题了，就是它整个的它这里边是漏洞百出，它这个官宣或者是它所官方铺出来的。现在呢，这个天水这个咱先不说哈，今天多位博主又在网上曝光，他的小孩呢才几个月，6个月大，然后呢也是出现各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去化验之后铅超标。刚才我们讲的，现在天水幼儿园是每升是360左右，对吧？高的有达到500，这个小孩是160多，这也很恐怖了。那么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就把所有孩子吃的喝的都送去化验，发现了一个叫做蛋白酶，因为他这个小孩生出来就是一种过敏体质的。然后呢，也是医生、营养学家让他推荐说，你吃这个蛋白酶对孩子生长发育不过敏。结果呢，孩子吃了1个月之后，就出现了各种不适的这种反应。这个蛋白酶一化验呢，果然啊，这个孩子化验是每升是174.14微克，然后呢，它的蛋白酶化验呢是食用的奶粉、益生菌、蛋白酶啊，它这个蛋白酶化验是每千克17.6毫克，毫克和微克是1000进倍，那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铅含量已经太恐怖了，没错，是千克毫克的单位，17.6毫克，所以这个博主都已经气得都不行了。他一边领着孩子在治疗，一边得去维权呢。然后呢，就在他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也是婴幼儿铅中毒的宝妈，他俩一交流之后一对。也是同样的这个蛋白酶，所以现在这个重金属污染已经不仅仅是天水幼儿园它的地下水是不是有问题了？现在呢，你都一个蛋白酶产品当中，你的铅怎么含量就这么高呢？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真的是。
所以这件事情呢还会再发酵，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官方的这种压制，连孩子们在西安、在上海去治疗，天水政府劝他们回天水市去治疗，你知道不？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家里有亲属呢是曾经有铅中毒，他当时铅中毒是吃那个中药，他治病，然后中药里边含铅，结果呢吃的那个牙线铅中毒。铅中毒呢，在全国能够治疗的，不是普通医院能够治疗的。我不说吗？只有上海的那个职业医院啊，职业中毒就专门职业病的这个医院才能够去排这个铅的毒。所以呢，你不是一个小的地方的医院你能够做的，所以你必须到这种非常专业的医院当中，才能迅速的把排，而且还不能排干净。所以它铅中毒有一些急性的那种反应，它有严重的量一定程度，人会有生命危险的。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你还要把这些人不让他在这治疗回到你天水的本地，所以政府的你从你的官宣，从你的结论，从你的做法，从开始到现在，太令人震惊了，可以说是令人震惊了。那么大家在拱这件事情的这个同时，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种重金属污染的案例呢，在网上曝光出来。我严重的怀疑他们又会被压下去，这又成了国家机密。对，因为这是个系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所以你要政府为什么，比如说在各地啊，把这些治疗的人全部劝返回去？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最后直接动用这个。公检法的力量把你抓回去啊！你这个泄密啊，对呀，你这个泄密，他把你抓回去。这个情况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必须讲，就是1959年、1960年，中国很多地方不是大饥荒嘛，死了4000万人，其中有一个最严重的省就是甘肃省的那个四川也很厉害，四川、安徽、河南、甘肃，但是呢。唯一一个被当场免职的省委书记就是甘肃省的省委书记，甘肃省的省委书记叫刘仲良，好像是我记得，我看看啊，对他对，张仲良，张仲良，他为什么这个被当场免职呢？就是因为他不但虚报甘肃省的粮食产量。他还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还要在他们已经饥荒非常严重的时候，他把粮食调出来支援什么河南什么别的省，结果那个甘肃省饿死了几百万人。甘肃省本来人口不多，饿死了上几百万人，而且那个检查组最后进去的时候，进甘肃的时候，发现在铁路边上沿线饿死的人。他说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旦有饥荒，他就逃荒嘛，就扒火车跑，他就派这个民兵沿铁道守，结果就是饿死的人全部都是沿着铁路饿死的。所以那个检查组进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景象，然后各种材料一汇报，当时现场就把他免职了。就把这个就是其他的地方呢，那个像李井泉啊，像四川的那些也饿死很多人，但是他还没有到这个就是派兵全部给你守起来，没到那么严重。当然地方上也很严重。甘肃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大饥荒人吃人的故事，安徽、四川还有就是甘肃。甘肃也非常严重，真是饿到最后没办法了，人吃人的情况，就是最后连中共那个时候的那个西北局直接派人进去啊，直接派人进去以后，当场拍板就把他给免职了。我跟你说，这个当年的这个西北局也好，当年的中共比现在的中共还好几节呢。对，你看现在啊，现在德州中部发洪水嘛，对不对？这个西南部的这个科尔县，现在是多少？淹死了109人。还有他说还有161人找不到，所以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还会往上升哈。那这是88年来美国最大的洪灾。对，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从这个叫做国家气象局哈，到德州，到这个县，到这个 city。到那个到叫做什么？叫做科尔维尔这个小城市，层层在问责，你知道？对，全都。当然了，现在也没有出最终的结果。可是每个人都说，我们以后一定要查个点调，对，一定查得清清楚楚。没错。所以美国什么事情都查得清清楚楚。就是它的透明度吧，我觉得大家就等着看。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咱们做这个早安中国啊，我觉得我看的一桩桩一件件。当然我来美国很长时间了哈，碰到事儿就遮起来。碰到事儿就遮起来，而且很多话题我们不能谈。我在国内还收到很多线索，因为没有时间谈。对，但是我看到一个共性，就是碰到事儿就遮起来。
然后这个事情这个包啊就越鼓越大，下面对不对？它没爆发出来嘛，没办法解决嘛，所以中国就整个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的。就是湘雅医院也是一样，对不对？砰的就遮起来。对，所以这真的是中国的一个从上上下下的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就跟这个体制是完全就是体制的问题。你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咱们说的天水的6个月的宝妈，人家就在跟厂家联系嘛，啊，你的这个产品超标这么多。直接就超标，他呢这个在天猫上还在卖哦，在淘宝网上还在卖他这个8000加，就这个批发的，就是有超过8000以上的人都买这给孩子们吃的蛋白酶，叫做消化酶蛋白质啊，叫做蛋白酶啊，我也不说名字了，因为我没有去做测试哈，但是呢。这个是成8000多，那不就8000多个孩子吗？那不就得甚至是更多的上万的孩子吗？发现问题了，咱们公布出来，把这一批号赶快收回来，你就不会啊！你现在你不去收，不去反映，你压制这些东西，那些孩子们吃了这个东西，那小婴儿喝奶水、喝奶粉、喝这个蛋白酶，那马上就会有反应。那么小的孩子，你把他肾脏伤害了，你把大脑伤害了，一辈子就完了。你说这件事情。厂家不反应，媒体不报道，他们现在趁着天水幼儿园的这件事情，赶快出来发声，要引起其他的父母的重视啊！所以我就想发自内心的问一下，就你中共你这样去做，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把这些老百姓都毒死，都整些残疾，你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不是这个上面非得要你就把老百姓搞成什么样，他是那套体制，最后呢是一层一层，就是全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啊。这个封闭系统，他要给自己谋利，所以他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所有的这个事件。我在大概也是差不多10年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那时候中国沿海的一些产业大量的往里面迁这个关键是什么？小化工厂、小化肥厂、小印染厂，全部往里迁，从沿海往内地迁。往内地迁，为什么？因为这个沿海的地方富了，他就要搞环保了所以环保以后就说你不能在这待了，你要走。好，当地的那个环境改善了，但是迁上去了。当时我记得那个朋友就是国土资源部的一个就以前的同学嘛，他就说这个不行啊，一定要阻止。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沿海还好办，所有的东西很快就短流域马上就进海了，就冲出去了。你要搬上去，全部是搬到流域的中游、上游去了，冲不掉源头了。你等于是整个的水系全污染，你就污染就一直污染下来，到你沿海这个边上的时候，你看起来是稀释了，但是它实际上这个污染物全部都留下来了，读过来它你过个10年、20年、30年以后，这个就全部被污染，这个怎么搞？如果是它住到地下水里面。那又怎么处理？所以他们就是觉得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最后的解决方案，你必须是设备要升级，你必须要把它净化以后才能排。但是一净化，你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你跟美国的产品是一样的，你一个价格是一样的，对吧？你压低了工人的工资，然后你现在呢，包括环保这部分，你是牺牲了整个环境的代价，牺牲了整个你的工厂周围的老百姓的这个代价，你牺牲了整个土地农产品。全部都被污染了，所以现在中国刚才讲到了奶粉里边，你不知道它用的什么原材料，铅超标。其实中国的中药重金属超标，这简直就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就现在中医治病也不太好使，因为它药就有问题，都在超标。你吃的东西、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全都有毒。而且地球的这个水资源呢，其实互相都是循环的嘛。没错。其实我们在美国。迟早也会受到同样的祸害你那个现在不是告诉你深海鱼不能吃了以前那种你说美国人吃鱼切开一根刺都没有，跟牛肉差不多那种鱼，你现在说你最好别吃了，因为这个为什么？就是重金属超标因为这个你这些重金属最后是排到海里，到海里以后，因为它重嘛，它就会在越深的地方，它的浓度越高嘛，所以深海鱼不就是从那里面捞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个有2个东西，一个是微塑料，就是塑料的微粒超标，一个是重金属超标。所以现在不是说是深海鱼也不能吃，所以你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了。以前饥荒的时候，像英国人没牛肉吃的时候吃鱼日本人那个农业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大量吃鱼，所以日本人吃很多这种深海的鱼。
但你以后连这个都没了，这个一定是对全世界有影响。2013年、14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土资源部他就说嘛，每年中国有1200万吨的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然后呢，这些粮食每年足以养活4000多万人。那我就要问一个良心的问题：这1200万吨的粮食严重污染哪儿去了？给谁吃了？人不吃，给没给动物吃？动物吃了之后，你还是就地掩埋了。掩埋了之后，你重金属仍然是没有办法除掉的话，你污染了哪里？那么如果说在2013年、14年就有这个数字的话，那么10几年过去的今天，中国会更严重了呢，还是会有改善呢？那这些都是扪心自问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大家都在吃什么呢？我们每个人，你回到中国旅游也好，有的人还要回中国大陆去落叶归根养老也好，你们能吃特供吗？我们能吃得起特供吗？你不吃特供，那不就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吗？所以我觉得想问的这个，你刚才讲到709律师的问题。对。709也是10年前，今天正好7月9号10周年了。这些律师在为什么？他不就是在为这些维权的这些弱势群体进行辩护的这些律师吗？可是10年前他们遭到了怎样的打压呢？对。你刚刚谈到这个北明写了一篇文章是吧？跟我们讲一下。我知道北明的文章是比较专业的，写的比较好。我看了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唏嘘哈。大家讲的这个事情709事件就是2015年的7月9号，就是中共的这个公安部在北京开始抓这个维权的律师啊。对。然后呢，所以接着就这个延展到全国去，23个省份。然后抓了多少人？抓了超过300名这个律师、活动人士和律所的员工和家属，其中是律师跟维权人士哈，其中250人。那很有名的就是像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嘛，和她的丈夫这个包龙军，然后王全章、李和平、江天勇、谢阳、李玉涵等等哈，还有周世峰。我不知道多少观众朋友，今天我的观众朋友还记得他们。对啊，但是呢，我看的真是非常非常唏嘘啊。他被抓了之后，首先哈，整个的叫做逮捕这些方面就是全国范围的，所以等于是从上面一路安排下来的。这些律师被抓了之后，面临共同的待遇啊，包括电击。包括剥夺睡眠，这都算了，都包括强制吃药，要把他们吃傻掉，你知道吗？对，吃完之后呢，一个是身体虚弱，一个是脑袋就转不动了，没错，就变成这个智力衰退、记忆力衰退，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律师嘛，都是那种博闻强记的人嘛，所以呢，就是要毁掉你们的叫做什么来着？你们的活动力啊，就用这种方法。这种就是跟精神病院也差不多，对不对？用精神病院破坏差不多。所以呢，当然其他很多的痛苦就是这些律师，然后放出来之后吊销执照，对，你律师也白学了，法律也白学了，也不能生活，小孩子不可以上学，株连啊，株连太太，株连小孩子，所以真的是非常惨。那所有的这个叫做抓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叫做破坏司法秩序，危害国家安全。那整个看起来，这些律师，昨天我们上午还在说嘛，说我们说是叫做他们是砸窗的人，对不对？那实际上说他们不是砸窗的人，对吧？他们是在体制内是维护司法秩序、维护中国法律的人。那么所谓的叫做危害国家安全，其实我把它准确说就是危害共产党的安全。对，他怎么危害国家安全了？几个律师在法庭上为委托人辩护，这叫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你法院不就得有律师去替人家辩护吗？你有你辩方的这个律师，你也有这个反方啊，这个被告的这边的律师。律师这就职业工作呀，你要不你就不要人考律师证，考律师证人家在法庭为自己的委托人去辩护，怎么就威胁国家安全了呢？你看北明啊，他前几天写完了这篇文章啊，他首先写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这律师要维护的群体，无非是你哪个族群是吧？或者是哪个性别，或者哪一场战争造成的这个对象。那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哈？这些群体自动就是受害者共性组成的群体，法轮功修炼群体，复员军人这个待遇不公的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吃假药受害群体，强制拆迁群体，土地被侵占群体，环境污染受害群体，投资受骗群体，有毒食物这个受害群体，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体，官员私卖这个土地群体，强制计划生育受害群体，被打压家庭教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冤假错案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良心犯家属群体，也就是所有出现这些事全解决不了，他最后就变成一个个群体。他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现象存在的。没错，因为这个所有的群体之所以受害，都是因为官方由于这个制度
刻意的迫害形成的。它没有一个是自然的状况，它出现了一个什么，他要给你讨一个正义，都不是，都是当权者就是要打压你，就是要专门迫害你，结果形成的这么一个群，或者是他有政治意图，或者是他有利益上的考虑啊，他这个导致了这一个个的这种所谓的弱势群体的群，所以他们这个709律师他们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当然这都是非常敏感的，对当局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他说这些群体带来的叫群体事件哈，群体抗议事件，1993年是官方公布的是8700起，1999年到32000起，2005年到87000起。2007年到10多万起，以至于2008年官方吓得不敢公布数据了。那后面只能说估计了哈。2010年估计会有18万起，在2020年可能到26万起。所以碰到事情就遮起来，碰到事情就掩起来，碰到事情就藏起来。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大。对。那么这北明讲的另外一个观点，他这么说哈，他觉得，我觉得真的是，我也在想他说的这个角度哈，他说所有这些群体都是为自己维权。都是为了自己，而且中国在这个中共的这么一个治下哈，大家也就是基本上就是扫自己的门前雪就完了，是没错，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去。但是这个709这些律师，这250多个律师哈和活跃人士，他们是第一个群体，只为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对，全是风险，因为赚不着钱。你跟他打这些官司赚不着钱，有时候他还得贴钱去让人家做，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在做一些商业案子，然后把这个钱拿来补贴自己做这个案子，有的时候时间没了。商业案子也做不过来，把商业案子再给别人做，钱让别人赚去，就是赚不了钱，只有辛苦和风险。对，那最后搞到自己执照也丢掉，那么自己被抓，所谓自己帮人家维权，对，自己成为维权对象，没错，维权主体哈，自己成为维权主体，所以就是北明给他们的，我觉得赞誉很高，而且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因为我们不能忘了这个群体，对不对？真的是叫做，就是用中国一句话，为他人叫做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对，这就是为人抱薪的这批律师，没错。所以呢，当然了，10年前我觉得被抓，后来呢，基本上这个人群就被打掉了。对不对？现在他们还在能做的，还在默默在坚持。但这个人群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就像你穿这个衣服一样的 ，never forget，never forget， 一定要记住他们。对，我觉得跟观众朋友说一下，真的，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哈，真的是大家要了解这件事情。那在Never forget。今天我们讲到天水的这件事情，包括呢这些孩子铅中毒那些产品的事情，对这些律师、对这些家长打压的这些人啊，你们也是系统内啊体制内的这些人，你的孩子会不会吃到这种重金属超标的产品？我们自己会不会喝到那种重金属超标被污染的水呢？我们吃的那些东西也都不安全。你想过了没有？当那件事情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你想找一个人为我们发声，你想找一个律师为我们辩护，今天都没有了，全部被中共给打压下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在去帮助这个体制打压这些为我们去发声的辩护律师呢？这样的一些助纣为虐，它不是说共产党它是一个很虚的这样一个名词和概念，共产党是由系统当中一个的人头所组织起来的。这一个的打手们，从那些法官，从那些警察，从那些政府的官员，你们在维系自己权利的时候，想没想过，其实你也在坑害自己的子孙呢？所以所有的这一切走到今天的时候，中国的整个的制度的塌方，已经到了一个简直是非常令人恐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没错，整个从上到下的官员的塌方，包括呢对百姓的这种极限的施压，到了这种程度了。我们这个天水幼儿园的这个事件和刚才孩子们又发现铅中毒这件事情层出不穷，我们可以预计将来可能是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是你刚刚说这个制度的塌方，我是非常有感触啊，因为709这个整个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个总策划和总指挥就是傅政华。傅政华现在是判的无期徒刑，也在监狱里。对，他也在监狱里面，所以让我想起来啊，中国有一个政治笑话是从苏联那边改编过去的，说在一个监狱里面有3个人，有一个人说啊，我是这个因为反对薄熙来进来的，后来第2个人说我是支持薄熙来进来的，第3个人说我就是薄熙来，对，他就说这个制度就你不管你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还是你就是那个制度，其实你们都是受害人。
没有一个人是获益的，全部人都是受害人。所以这个制度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它是无解，就跟我们那个地下水下面被污染了一样，你根本就无解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共产党，你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自动消失？让就是说，我们换一个制度，哪怕换成皇帝的，换成一个古代封建皇帝也行啊。起码那个皇帝他自己吃饱喝足了，他还真的为江山社稷去想一想，是吧？因为这个你们中国共产党每个人上去都要先捞足了，然后过几年还换一批，我们这中国人已经实在是受不了了。已经承受不了了，我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一套体制必须得解决掉，要不然的话，中国人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就没有中国这个东西了，把自己给堵死了，是吧？对，在这儿呢也是吧，呼吁大家哈，如果你在体制内的话呢，劝这些朋友枪口抬高1寸；如果不在体制内呢，大家得发声因为如果不发声的话，同样的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中国人身上去重演。中国的环境非常非常的恶劣，我们知道，所以呢，大家智慧的去不合作，或者是呢去把一些情况呢送出来，我们呢在这里也持续的发声。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种恶性的轮回呢，几乎中国人都逃不掉，一批一茬一茬的就在承受着中共整个制度的这样的一种恐怖的这种，真是一种迫害。好吧，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对，这个很沉重啊。其实我早上还问你说，我们总得给大家一点希望吧。大家能做什么？这个对了。我也跟大家讲铅中毒，讲重金属中毒讲放射性污染。以前这个大家知道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以后，然后怎么样消除当地的这个包括这个放射性和重金属一些东西。然后当时欧盟的专家建议大量种蘑菇，然后把蘑菇采集以后一起销毁，因为这个菌类的这种植物它是有一种它有一种特别能力，它会把环境中的这个重金属和这种放射性的东西把它吸到它自己身体里面去。OK， 所以这个呢所以我后来想一想你知道蘑菇跟这个中国人讲的灵芝这一类的东西都是菌类的这种方改的这种东西，它都是可以把这个毒素吸到它身体里面去。所以这个呢是不是有效？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你说这个中国人讲千年灵芝如何吃进去它是不是就是说把你身体的毒素给吸走了？这跟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就在想这个问题。但后来有个专家就跟我说，他说你挑蘑菇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怎么讲？因为你不能挑已经污染，因为它容易吸收环境里的重金属或者是有毒物质。所以你建议大家吃蘑菇？我建议大家吃蘑菇，但是不能随便吃蘑菇。所以你要选的那个蘑菇必须是短流域的，就是说在山顶上，它的水没有。好利诺，怎么知道的 ？That's a problem。是山大哥得吃多少蘑菇才能把河水的毒都给中和出来呀？没错，你要想高杰的观点就是赶快往外逃。你要想中国有这个神话故事，比如说这个叫做白蛇传，你记得白蛇后来去偷这个千年灵芝，到哪儿偷到山顶上。为什么到山顶上？这个山底下那个可能就被污染了，你说如果在河边长出来大灵芝，那个东西可能是已经污染了，没用所以它一定要到山顶上，这个人迹罕见的地方，那个有一点这个露水的长大的灵芝。你这个怎么操作呢？这个就没法操作。得到山顶自己去采蘑菇，自己去种你就看看你能不能自己去弄了。反正这个东西呢，你就不能吃。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哪个省哪条大江著名大江的这个江边上种的蘑菇，千万别去，恐怕你就不能吃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我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小办法吧，就是这个吃干净蘑菇。对，吃干净蘑菇，好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蘑菇是从哪来的。OK， 我们第一个我建议大家就干脆能移民吧那最终还是得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中共这个东西不解决掉的话，这些
些都是边枝枝节节，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对，因为移民你能移多少人啊？移多少人连钱都移不动，怎么移人？所以过去有一个小说叫《黄祸》嘛，那其中讲到的就是环境难民嘛。我跟你讲啊，我在这又是我在给自己先遮一下，我们就算唱高调哈，海外享受自由的华人，要帮中国，就像这个叫做这个维权律师他们做的事情一样，是对不对？我们就拿出一些精力，拿出一些金钱，我们在海外帮中国是帮得到的，因为控制中国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资讯，中共非常非常仰赖这个资讯的完全的掌控，我们把资讯的控制打掉，中国就会变。我确实认为这样，当然有的人说中国人愚昧到不可能变了 ，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么认为哈，我也不这么认为。对，所以呢，海外的华人能做的事情，就包括看我们的节目哈，再多做一点，给我们资金，给我们捐款。大家知道哈，我们希望之声哈，2004年开始对中国大陆做短波广播，做了现在21年。我不说别的哈，这个短波广播改变了中国多少？坚持了21年，没有放弃，我们是玩真的，我没有玩假的。对，所以从短波广播到拉倒防火墙，到持续的把真相的消息送进中国，包括启发中国人民，启发这些警察，启发这些当官的，启发这些我觉得干了很多不好事情的人，你最后是害人害己，害掉自己的子孙后代所在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反而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他做那么多坏事，每次就是叫出来混，欠了是要还的，对，到最后债台高筑，说倒就倒了。但是呢，能够缩短这个过程哈，真的能帮到中国大陆的人，我觉得海外的人真的是华人哈，我觉得真的有份责任，道义责任吧，对不对？对。好，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其实发了个民调，现在有779哈，将近780个人去投票，就是川普真的会炸北京吗？我们的观众你们太有意思了，51%会炸，49%不会炸，几乎是比例啊，几乎就是。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准确，就像川普说，我也不知道。Unpredictable。大家集体智慧非常准确哈。是，所以拜托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们为方伟时间点击订阅，给我们点个赞。早安中国，订阅一下早安中国，然后呢，记住我们的报名的电话，咱们呢9月15号到22号一起呢去到美西的8大国家公园，一起呢去看世界，好不好？好，电话号码855-955-5227，855-955-5227啊，我都记得，这反应得快，要不记不住。好的，希望能见到大家哦。OK，好嘞，拜拜，谢谢，下次见。星期五见。